郡主，你刚才也太厉害了，特别是您将那个挑拨离间的奸人斩杀的时候，简直跟个杀伐果断的女将军一样神气。说实话，刚刚那么多人盯着我，腿脚发软，头皮发麻。还是像现在这样什么都不想才适合我。逼着一个社恐大庭广众之下演讲，简直不是人干的事儿嘛！郡主，目前城中百姓们已经安顿好了，只是这城中药材极其紧缺，还有重症患者的治疗因为缺少人手，这都是大问题。徐太医，别急，总会有办法的。哎，那臣告退。这个马上磨好，快好了吗？电脑。好，这简直是想让我。这个你先拿回去。这个拿去煎。小心烫，小心烫！来。好些了吗？慢点。见过郡主。小春花呢？我给她带了糖葫芦来。小春花昨夜病发，没能救得过来。郡主，都是下官无能，至今未能寻得治疗方法。好了，姐姐真漂亮。那姐姐下次来的时候啊，给你带糖葫芦吃，好不好？谢谢姐姐。真乖。若是这场令如此多无辜之人失去生命的瘟疫不是天灾，而是人祸，我定要让背后之人付出同等的代价。打听到了吗？我找到了金月来最先办丧事的10几户人家，居然有一大半都出自同一条巷子。同一条巷子？怎么这么巧啊？若这疫症真是人为制造的，那这巷子必定就是制造疫症的源头。你马上出发，挨家问一下，看看他们平常生活所需的物资的采买和用水都是哪里取得的。是。看来这场瘟疫的背后有更大的阴谋。
敢问大娘，你们最近采水在什么地方？哎，请问一下，你们最近采水都在什么地方？就在那个地方。郡主，打听到了，静安巷位于西市，大部分人采买物资都会去西市。静安巷的尽头有一口很大的水井，普通人家院子里没有水井的，都会去那里取水。水井？那去水井看看。这口井最近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吗？奇怪的事情？啊，对了，刚刚还有个婆婆抱怨到，说之前不知道哪个泼皮无赖将不要的旧衣服扔进了井中，大家都骂了好久。旧衣服？去请徐太医过来，让他带人验验这口井。是。娘娘，益州那边已经被宁初曦查到了。死了还是聋了？我要你们有何用啊？一群人斗不过一个小丫头片子，还有脸来见本宫？他还是杀了不就完了？这么简单的事还来问我？废！宁初曦背后有宁王，有太子，益州刺史对他都是言听计从。我们的人在聚众的时候还被他抓了杀鸡儆猴，他身边还有一个身手不凡的护卫，想要下手，恐怕很难。他在益州待了那么久，竟然没染上疫病，还真是命大。他到益州的时候，宁府里已经有人咳嗽、高热，但他反应太快了，迅速把众人隔离了。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让不该说话的人统统给我闭嘴！是。郡主，附近所有的药商把药价翻了几10倍，再这样下去，整个王府掏空也无济于事。周围几个县呢？都一样。看来他们是有备而来。是啊。郡主小心！怀流，你怎么样？我没事。小姐，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快把怀流扶进房间去。啊，是。得将宁府所有的侍卫和下人全部再筛查一遍，说不定还有其他的暗桩。太医，郡主，还好，那一刀扎进去的位置不深，万幸避开了脏器。再加上治疗及时，怀流已无生命之忧了。那这伤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吧？哎呀，郡主放心，臣先开几服止血消炎的药来，后续慢慢调养即可痊愈。郡主，属下如何担得起郡主行此大礼？救命之恩等同在造，你如何担不起？郡主言重，
保护郡主本就是我等的职责。可你是萧心恒的人，若不是听命去保护我，本不用跟我一起进入宇宙，陷入险地。郡主不必自责，本就是怀留心怀愧疚。你对我有愧？之前，郡主被林玉带陷害，我本奉命暗中保护郡主，当时我就带人守在了羽长阁之外，但是，因为我的掉以轻心和疏忽大意，导致郡主被掳，险些酿成大祸。此事，怀留难辞其咎。你是说，此前萧心恒就让你暗中保护我？属下以命相护，是知道，若是郡主出了事，主子不仅会疯，怕是最后也不会躲活。属下越去，本不该跟您说这许多，但属下只是希望，郡主不要因为属下受伤而心怀愧疚，也希望郡主千万要珍重自己。谢谢你告诉我这些，但无论如何，你救我的这份恩情也是实打实的。小姐，小姐，收到消息，殿下他们已经到城外了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玉安堂出事了。许是这伙人知道刺杀失败的消息，又得知朝廷援兵马上就到，因此想在这里不顾一切取我性命。若是一会儿刺客进了玉安堂，我会掩护郡主向前跑，郡主只管往城门附近跑。程卫军和主子应该马上就能赶到。玉安堂内全是老弱病患，若是这群刺客冲了进来，整个玉安堂都凶多吉少。郡主，不要想这么多了。郡主准备好，一会儿我让您跑，您就立即往前跑，千万不要回头。别躲了，还不赶紧走！郡主，快跑！跑啊！跑快一点，跑快一点，跑得再快一点！怀留和玉安堂的人都还在等着我。跑快一点，跑得再快一点！怀留和玉安堂的人都还在等着我。希儿，撤！萧心恒，玉安堂，快去救援！快点！所有人留下，保护郡主安全。是，撤！
一定要撑住。殿下，这次瘟疫是有蹊跷，牵扯众多，殿下还需多加小心。还有，昨日我们刚查出疫病来源于水井投毒，今日便有人想要将太子妃置于死地。小心河。只是一眼于世人间，山海万千不再鲜艳，我们在不知不觉间系上了红线，时间的线一起直面，花落之间再爱一遍，将化作风和你缠绵，走过了四海八荒，穿越了人海苍茫。怀流，怀了没事，只受了点轻伤。玉案堂内众人也都无事。你先好好回宁府休息，后面的事情我会处理。小姐，你这是要吓死我！我就1天没跟着你，你怎么又出事儿了？这段时间还真是多灾多难。你说我是不是应该找个庙去拜一拜？您是该去拜拜，让佛祖保佑您呢，别再受伤了。这算什么伤啊？这是我跑脱力后不小心在地上磕的，怀流那才是真受伤了。要不我去庙里拜一拜的时候，也顺带捎上怀流？幸亏太子殿下来得及时，要不然，是挺及时的，还挺帅的。你说谁帅？怀流的伤怎么样了？严重吗？你我这么久未见，结果开口就问其他男人的情况。大佬怎么谁的醋都吃？回来没事，只是受了点小伤，不用担心。那就好。你就没有其他的话想跟我说？你过来，再过来点儿。小星河，我好想你。我也是。
萧星恒，我好像知道什么叫一句话可以定人生死，一句话可以夺人性命的感觉了。那种情况下，以一人性命镇住场面，这是最好的选择。而且你杀的那个人也不是无辜的，你没有错。我以为你过几日才会到。我先率了3000骑兵过来，大部队还在路上，过几日就都到了。你亲自来了，那京城怎么办？无妨，宁王已经先回京了，有他在，那些人不敢轻举妄动。这场瘟疫应该是萧旭主导的，但萧汉也参与进来了。的确，瘟疫不仅是冲着我来的，更像是冲着整个宁府和益州来的。若是宁府和益州出事，老头子在前线必然会受影响。若我再出事，跟萧星恒的婚事自然是告吹，老头子也很有可能跟萧星恒反目，可谓是一箭双雕。这种为达目的便草菅人命的手段，的确和萧旭想获取兵权，便想折损15万将士的阴毒计划如出一辙。那萧汉又是怎么回事？我已经派人查过了，封城那日煽风点火剩下的2个人，与这2次刺杀你的刺客是同一拨人。你是说萧旭派了人传染瘟疫和挑拨闹事，而另一批人则是专门来刺杀我的？是。谈个恋爱好烦哦。后悔了？那倒是没有。不过殿下的聘礼准备好了吗？娶本郡主可是很贵的。本宫以整个灵华宫为聘，不知够不够娶郡主？勉强够吧。那本宫还要多谢郡主下嫁。应该的，不用谢，不用谢。小姐不好了，府外被一群世家子包围了，他们叫嚷着要让小姐出面呢。急什么？有大佬在，还轮不到我出面呢。安心躺平就是啦。我说李成，你脑子进水了吧你？竟敢来我宁王府闹事儿！你是不是忘了，我们家只是因为低调，所以才没在门上挂宁王府3个大字。哎，此言差矣，我们今天可不是来闹事儿的，不过是想求见岳西郡主，希望岳西郡主赐我们一些药草罢了。我呸！有你这样求药的？再说了，现在药草本就紧缺，凭什么给你们呢？就凭你们一个个一天只知道吃喝玩乐。哎呀，疫情发作时还要出门，封城之后像个缩头乌龟似的躲在家中，都不如人家寒门子弟，还知道出门帮忙。你别说的跟你们多高尚似的，太子运来的那些药草不全被你们垄断？咱们都是世家，不能光你们吃肉，我们连口汤都捞不着吧？对呀，污蔑当朝郡主，可是等同诽谤皇室，轻则流刑，重则斩首。你可要想清楚了再说话。你少在这吓唬我，我们不过就是想见岳西郡主，求她手中的药救家中长辈而已，难道行孝道还错了？走！我的手，我的手啊！拜见太子殿下。拜见太子殿下。哪来的狗东西，也敢找岳西郡主的麻烦？殿下饶命！小的只是因为家父患病，这才想向郡主求药，一点都没有为难郡主的意思啊！留你一命，是因为你是为了尽孝。如今所有的药材由官府统一配送，优先给玉安堂、道观、书院的患者使用，其他警患咳疾的人且等上些时日。朝廷派来的药材已经在路上，再过不久，人人都可以吃上药。若有单独需要提前用药者，不用来宁府，尽管来找本宫。可还有疑问？没有，怎么还不快滚？
姑姑，多谢太子殿下为宁府解围。职责所在，不用多谢。既来了宁府，就没有不拜见宁老夫人的道理。老夫人可还方便？来，请。马上就是年关了，殿下一个人身在益州，无亲无故的，若不介意，就在府上过节吧。是，祖母。哎，祖母，怎么还没成亲呢，你就改口了？什么？祖母究竟跟你说了什么？秘密。不过我更好奇你是怎么跟祖母保证的？祖母能让你还没过门就改口了？我答应了祖母，她担心的都不会发生。啊，对了，祖母还让我来府上过年。祖母还真把你当自己人了。早晚都是一家人。那我的家庭地位不是有威胁了？有你，才有家。主子，主子，你让我查的宫中10年前那场瘟疫和这次瘟疫的症状，果然如出一辙。10年前瘟疫，难道是小说中我还漏了什么重要信息吗？10年前到底发生什么了？是瘟疫。卷宗记载，那17名宫女死前半个月，先是先后出现发热、咳嗽、高烧，再然后就是呼吸困难。这些病状跟如今益州城的瘟疫一模一样。主子，益州瘟疫，萧兴亨已经查到我们了，至多10日，他便会带着证据回到京城。之前让你们查的事，查得怎么样了？的确如您所料，当年叶庭那场来势汹汹的瘟疫，与如今益州城内爆发的瘟疫症状一模一样。属下翻阅了当年记录叶庭瘟疫的卷宗，确定益州城瘟疫与当年叶庭的瘟疫的确同宗同源。所以10年前那场瘟疫也是人为，可是为什么？因为萧汉。对哦，萧汉的生母就是叶庭的宫女，那希儿，如果这背后之人与我猜测一致，那此事就非同一般。我必须马上回京一趟。那我跟你一起去。不行。如果你觉得危险，就不想带上我，那我就必须去。至少我在你身边，你才不会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。
小汉，你今日又在玩什么新游戏？你怎么了？本宫知道，最近的计划多有不顺，但是那又怎样呢？我们已经等了这么多年，也不差这一个。乙州瘟疫只不过是个引子，萧星恒，他不会得意太久的。7年前，后宫掖庭17名宫女相继发病身亡，娘娘可还记得？据卷宗记载，那17名宫女死前半个月，先是出现了发热、头痛、高烧，甚至呼吸困难，这些症状与如今益州城所发瘟疫症状一模一样。而那瘟疫从何而来？娘娘与儿臣心知肚明。为何？贵妃娘娘，当年在掖庭之中，你想杀之人是谁？儿臣辗转反侧，彻夜难眠多日，左思右想，也只能是一个人。你是何时知晓的？从你想杀宁初心灭口的那一晚。哟，这么早啊？那你为何现在才来奔本宫啊？你想听什么？是不是想听我说？我不忍、不怨、不信。的确，除了小心求证，我也曾试图说服过自己，这不过是巧合。可是贵妃娘娘，这益州城百姓的瘟疫，只能出自于娘娘之手。要我怎么能不信？为何杀我母亲？本宫给你讲个故事吧。从前有位女子，因为家族趋炎附势，谄媚权贵，被当作族姐顾宠的礼物送入宫中。她果然不负家族厚望，得了几月的恩宠，有了身孕。可防不住深宫重重，人心险恶。孩子没了，女子也失去了做母亲的资格。后来，族姐的孩子长大了，家族也从一开始寻求后宫顾宠，变成了储君之位的争夺。于是，便开始劝说女子收养深宫中的皇子为己所用。可拿捏人心不易，不能找后宫中有母族作为依靠的皇子，只有一无所有、深陷绝望的孩子，才能被铸成最听话的头。我需要你，绝不会让你有任何退路。
杀了我的母亲。那是因为她该死。身为宫女，却有了皇子。即便是本宫不动手，她在这深宫也活不久。所以，从一开始就是算计。你说过，你从来不相信任何人，但你竟相信我不会杀你，真是可笑。10年前，我以为你是我深渊里照进的一道光，可你却也是将我推进深渊之人。你知道吗？从见到你的第一面，我就从未将你当过一母。别怕，黄泉路上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帮我。没想到，在我死之前，我还能见到你。你杀了他，他本就该死，难道不是吗？我帮你动手，免得脏了太子殿下的手。贵妃之罪，自有大理皇法处置他。轮不到你处决他。小心好，你知道吗？我恨那个造成我母亲一生苦难的男人。我恨所有明明跟我同一个父亲，人生却是天差地别的兄弟姐妹们。我恨这个宫中所有趋炎附势、美上欺下的人。我也想尝尝把人民捏在手里的滋味。有时候我还真挺羡慕你的，小星河。你虽与我一样，自小被抛弃，在刘国皇室受着与我一样的苦，回到宫里受到朝臣和圣上的冷落，可是你却比我幸运。你的母家门第显赫，权势滔天，还有宁初曦的喜欢和宁王府的支持，而我什么都没有。就连我最爱最信任的人都是假的。小寒，别再执迷不悟了，你还可以回头的。回头？来不及了。
从今往后，有我在，就不会有人敢欺负你了。下辈子，我们干干净净的相遇。他们，别看。这是从北疆运来的剑毛草。剑毛草是什么？北疆人有用剑毛草煮水的习惯，他们认为剑毛水不仅能驱寒，还能辟邪，所以好些人在遇到没事时，便喜欢煮剑毛水沐浴，或者在严寒时用以驱寒。难道这就是治疗瘟疫的药？不好，我已经拿了一些给太医，让他给乙州病患的士兵先喝下了。参见太子殿下，郡主。下官将剑毛草熬成浓之后，喂给了垂危的几个病人，他们的烧已经开始往下降了。出自北疆，看来孙贵妃这一次的计划，萧许也必然参与其中。是啊，就是他一直在勾结北疆的大皇子啊。太子和郡主给大伙儿发救命的药草了，大家快过来领啊！快，乡亲们，快过来领药草啊！谢谢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谢谢，谢谢，太好了，有救了！殿下，益州失败，太子昨夜赶回京城后，连夜进宫，宫中传出消息，贵妃和五皇子已经……太子见了萧汉，恐怕计划要提前了。是。
鲜艳，我们在不知不觉间系上了红线，时间的线一起直面，花落之前再爱一遍，想化作风和你缠绵，走过了四海八荒，穿越了人海苍茫，只谈这一生我们纸短情长。